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6月6号。昨天比特币大跌，很多山寨币是暴跌，判断也不准啊。最近短线也是在输钱，包括前面录一波75倍做多开的一笔多单有利润，在昨天也是爆仓了。或者今天视频来聊一下，那这个位置比特币历史上每一次只要有头肩顶或者是头肩底的形态，它都会重新压回确认这个颈线，这个位置到底跌到位了没有，以及下一步大涨的位置，包括山寨币什么时候可以搞。入盘之前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头肩底的形态，前面在高位的时候有跟家人们讲过，也要预防它有没有可能去 25.5K。短线最近判断也不准，这个位置现在支撑是破，我有计算的一个点位，有可能大致就是在 25K 附近，这两个颈线的高点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个是在今年的2月份 25.2K 附近，还有一个是在2022年的8月份这个高点位置。我是感觉这两个支撑位是非常的强啊，因为现在跌到这个位置也是明显的感觉好像有一点下影线，而且昨天在跌的时候下方是有量，有量往往有时候可能就是恐慌的一些量能杀了出来。我们要思考一下，就是整个底部主力辛辛苦苦在底部的一些位置，这一个2万下方的积累区，然后是 FTX 交易所崩盘的时候 15K 的下方也是反复的积累，后面是一波非常焦急的一个拉升，就是脱离了整个底部的区间，脱离了这一个 18K 的时候，后面也是继续往上攻，而且是把这一个 20.7K 附近这几个压力最终都给过的时候，它这边会有震荡，然后回撤来测试下方，就是这整个形态当时 FTX 交易所崩盘的时候，这边也是有一个整理区，这边也是有一个整理区，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它这边类似一个 N 型的一个转折区，它是测试这个位置，后面是最终一个突破，把整个底部的头肩底的颈线给它突破完以后，那现在的一个形态主要还是这样子，上面高位是有大约接近2年的一个套牢盘，有可能在这个底部的区间还没有全部出清，有可能就是主力在这个位置箱体是会震荡一段时间，应该也是相对比较适合的一个位置，计算的一个点位，这个位置看不能破，如果破的话有可能会有点麻烦，它有可能会不会重新回到底部的区间。那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历史上比特币但凡有头肩顶或者是头肩底的位置，比如说在2021年的10月份，当时这几个高位的区间后面是跌破的时候，它这边也是反复的测试，有几个倾斜的高点的位置，它跟前面倾斜的低点的位置最终是在这边又整理了一个区间是跌破。或者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历史上比特币在2020年至2019年的整个大头肩底的形态，这几个高点的位置颈线的压力是在2020年7月份的时候被它给突破的时候，它也会重新压回这条颈线的支撑，测了几次啊，是在这个位置整理了接近1周的时间，后面也是会重新再测试，后面也是继续横，然后最终是一波突破。所以现在的一个位置有可能也是一样，时间还没有到位啊。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比特币短线的技术形态啊，目前在整个中线里面，包括短线，现在还是在左侧。不过昨天跌的时候，它现在是量能有放出来，我个人观点有可能就是有一些恐慌的筹码在这个位置杀盘，或者是这个位置能不能稳住，我们首先要观察明天它会不会收出多方抵抗的 K 线组，或者是在这个位置就算收一个多方抵抗的 K 线组，也可以观察一下最近在这个位置会不会整理一段时间，因为历史上它回撤颈线的位置有可能也会继续震荡，或者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短线上其实有一些指标的技术形态，现在是价格是在20MA 下方，是相对有一点不太漂亮，但是它价格在跌破这个低点的时候，现在指标是在背离哦。然后整个大长线什么时候会涨，其实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是在月线里面这一个中轨，有可能就是这个中轨压力非常的重，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当时在19年到20年的整个比特币的头肩底的形态，它这边价格是全部在这个中轨上方，后面才会有这种大井喷的行情。然后我们来聊一下山寨币什么时候可以搞啊？我们要思考一下，就是整个大周线比特币的浪形，因为在一波熊市的空头走势里面，它有一个重要的压力位，就是这一个 N 型的一个压力位。在过这个 N 型之前，历史上一般都是第一波初步牛市起来之后，它都会横盘，时间会拉长180多天。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在19年比特币第一波上涨之后，其实从这个高位到这个区间，就是这个区间后面是有遇到一个黑天鹅事件，我们可以先忽略不计，就是到这个区间，它类似一个下降旗形，就是一个牛旗在这边箱体震荡，也是震荡了180多天。后面其实是有一波拉升，但是有遇到一个黑天鹅事件。我是相信有可能这个位置时间有拉长，在这个位置突破的时候，就是因为它第二次突破了这个 N 型的高位，大致就是整个大熊市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压力位。N 型的高位突破的时候，有可能就是山寨币要疯狂大涨的位置。然后我们也可以看一下2015年的底部的行情，它在前面的熊市也是这一个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 N 型的一个压力位。它在第一浪上涨的时候，这边是横盘震荡的很长一段时间，最终是在2016年的6月份的这个高位把这个点位给它突破完以后，它也会有一次压回，不过压回后面重新整理时间并没有这么长啊，后面就开启一波非常大的一个分流的行情。所以有可能现在这个位置，我个人判断有可能还是一样，时间整理的时间还不够，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有出。